姐，你也是来接爸的？走走，敲门。来了。哎，婉清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爸，我们来接你。你说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掌管着商界的首富大佬，一个是掌管着5大战区的部队领导，这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老往我这小院跑着呢。爸，我跟二妹这不是放不下你跟小妹吗？是啊，爸，你俩就跟我去部队吧，部队里啥都有，还能派俩特种兵保护你，不比在这儿强多了啊！爸，要不你跟我去国外也行，我给你买个大庄园，再给你找几个养老班伺候你，多好啊！哎，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管我了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在你们小妹没有毕业之前啊，我哪儿都不去。爸，您可是堂堂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就算不跟着我们，那也不能带着小妹在乡下呀。这乡下天网跟医疗都不完善。这万一你要有个什么事儿，你说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当初啊，就是因为家里边没有对你们隐藏身份，才让你们一个初中毕业，一个连9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。如果我要是再不好好管教如意啊，这3个孩子没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，你说这以后到了底下，我哪有脸见你妈呀？我已经决定了，等到如意大学毕业以后，就把这个交给他。不是，爸，这可是咱们叶家的传家玉佩，是要给继承人的。难道你要把黑金财团交给一个养女啊？那怎么能行啊，爸？黑金财团产业遍布全球，富可敌国。小妹她什么都不懂。再说了，爸，那可是一辈子的心血啊！我说你们两个，我把你们一个送到部队，一个送出国，现在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成就，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小妹留点东西呢？爸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马上5点了，如意要回来了，你们两个赶紧走，别到时候吓着她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吃什么饭？饺子。别吃饺子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这孩子，这每回来都拿这些东西，这家里都放不下了都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被清北大学录取了。清北大学？哎呀，好闺女，真给爸长脸！爸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芹菜馅饺子，这就给咱们状元庆功啊！爸刚刚怎么不太对劲？喂，是这吗？你们是？爸，谁呀？女儿啊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爸爸现在有钱了，你也不用待在这穷山僻壤的地方了。是啊，女儿，你就别跟我们置气了。你看你养父家这个穷酸的样，这全部的身价加起都没有我们那个车族的值钱。我说你们有完没完？怎么还找上我家来了？我说了，我姓叶，而且我只有一个爸爸。等等，如意啊，他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。对，你就是我女儿的养父吧？这些年呢，感谢你照顾我女儿。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多余的就当赏你的，也够你安度晚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离开我女儿了。你们居然敢这样羞辱我爸！你们走，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！哎呀，女儿，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啊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当初嫌我是女孩不要我，现在生不出孩子知道回来找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始至终我只有一个父亲，那就是养了我20几年的人。叔叔，我好饿呀！我已经3天3夜没有吃饭了。你可以把你手里的饺子给我一个吗？我好饿呀！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我的爸爸妈妈说我是赔钱货，不要我了。是吧？小朋友，你愿意跟叔叔回家吗？我爸是没有你们有钱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一日养父百日恩，在我心里，这辈子他都是我爸，这恩情不是钱能换来的。我叶红头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好女儿，好样的！黑金财团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说女儿啊，她有什么好啊？她
他能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吗？他能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吗？王先生，钱不是万能的。如意已经大了，她现在有了自己的考量。至于选谁，那是她的自由。既然孩子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就请你们离开我家。我看啊，就是你这个穷鬼，把我女儿的思想给养坏了。都走着瞧，我的女儿一定会认我的。你找。哼，你个穷鬼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女儿要去清北大学读书的，我们就在清北大学附近买套房子。就不信大学这4年，我改变不了她的想法。你们走，走，走，你们走，走，走，拿着我钱滚！我们走，爸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谁养了我20年，谁心里心疼我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你永远都是我爸。好，真不愧是爸的小棉袄啊！爸，您放心，不管他们房子买的再近，您才是我这辈子要好好孝顺的人。等我清北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回来一定好好孝敬您。啊，对了，爸有个东西想送给你。玉佩。没错，这个玉佩啊，是咱们叶家祖传的物件。如今你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，给爸长了脸，爸就想把它送给你，当做状元礼。爸，这可是祖传的玉佩，我不能要。哎，傻闺女，自打爸把你抱回家的那天起啊，你就是咱们叶家人。让爸好好陪着你读书，将来堂堂正正的做人。等你大学毕业以后，爸再给你准备一份大惊喜。爸，我不要什么大惊喜，我就想让您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不要再干重活了。等我大学回来以后，一定好好孝顺您。傻孩子，既然考上了，那你就好好的读书，啊，爸身体硬朗着呢，不用老惦记爸。家里边这些重活爸都不干。女儿，到了城里啊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缺什么你就买，钱不够啊，就跟爸说啊。爸，我不要，您昨天给的钱够用了，自己身体不好，您自己留着用。哎呀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城里花销大，你可别委屈了自己。你们走不走啊？啊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女儿啊，到了城里啊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家里面的事你不用操心，爸身体好着呢啊。对了，到了学校以后啊，给爸报个平安。爸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快上车吧，别让师傅等着急了。去吧。据报道，全球商业巨头黑金财团昨日发布公告，宣布由叶如意成为新任继承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她早年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黑金财团，短短几年便从基层晋升至核心高管，最终被选定为接班人。此外，叶如意还将在3日后与肖氏集团继承人举行婚礼。哎呦，干啥呢，老爷啊？老王，你女儿不是马上要接班全球最牛那个黑金财团了吗？你咋还搁这包罗森呢？哎呀，这不是女儿要出嫁了吗？我就想着这多播一点，就能多卖点钱，到时候就能给她多陪嫁一些嘛。哎呀，连劳用一下啊！啊。爸，爸，哎呀，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
来我这儿要低调，你这一下一个村子都知道了。爸，我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啊，让赵秘书准备好了股权转让合同。哎呀，小妹的命呀是真好啊！可不是嘛，这当初给我们2个，一个人到国外，一个人到部队，不管不问，这对小妹啊就是细致。行了，你们2个呀就别跟爸开玩笑了。爸这不是想着，这么一来，我这3个女儿都有了自己的事业，那我就可以安安生生的享清福了嘛。哎呀，爸，当初你暗中让大姐在集团内部扶持小妹，如今更是让毕生心血交给她。而且我听说小妹的亲生父母在她学校旁边买了套房子，你就不怕他们时间相处久了，真跟他们一起呢？你们呢，把心放到肚子里，爸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这多一个人爱他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他要是真的能跟他亲生父母一心啊，那也是他的选择。我叶洪涛教育出来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呢？哎呀，爸，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2个别插手了。大姐，你说咱爸对小妹是掏心又掏肺，现在又让毕生心血要交给他，你说万一小妹真跟他们一心，到时候不认咱爸了，咱爸得多寒心呢。爸这些年呢，一直让我暗中扶持小妹，爸宠着她，我也可以把她当成亲生妹妹对待。但是，如果她敢让爸伤心，那我一定会让她生不如死。恭喜啊，老爸！黑金财团遍布全球，可是世界级的龙头企业，而你是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，今后你就是华夏最年轻的商业女王。就你嘴甜，什么商业女王啊？我能是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，还真得好好感谢我爸妈。当初要不是他们的帮衬啊，我也不会被黑金财团录取。女儿，你可是爸的心肝宝贝儿，这些都是当父亲应该做的。来，老爸敬你。是啊，女儿，哪像你养父那个老东西，大学几年什么也给不了你。好了，不提他了，爸妈。听说黑金财团董事长隐居世外20几年，集团实力大不如前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待我掌管集团之日呢，便是集团实力重回巅峰之时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们。女儿，你怎么还跟你这个穷鬼养父有联系啊？当年要不是他，你怎么会过那么多年的苦日子？依我看呢，他就是看你现在有钱了，想趁机巴结你。就是啊，女儿，你奋斗那么多年，他都不闻不问。现在他知道你是黑金财团继承人，知道联系你了。我看啊，他就是看上你家底儿了。老爸，我觉得伯父伯母说的对了，跟这种下等人接触，只会拉低我们的身份。好，都听你们的，待会儿我就把他拉黑。咱们今天是高兴的日子，不提他了，扫了咱们的兴致。喝一个。董事长，你为了如意小姐放弃了那么多，连她的命都是您给的。现在她回来第一件事，自然不是先回来看看你，连电话都不接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不懂，这如意啊，马上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了，比较忙，不接电话也正常。如意说了，只有我这么一个爸，等他忙完了，自然就回来了啊。这如意小时候啊，经常说她最喜欢吃我包的芹菜馅的饺子，也不知道这些啊够不够她吃。好，你别在这儿了，去忙吧，去检查一下3天后的股权转让协议，尤其是股权交割的那部分。如意，你回来了！啊，你们2个还没吃饭吧？爸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芹菜馅饺子，你们等着啊，爸这就去给你们煮。哎，每次回这破地方就吃这么点东西，下次能不能换点好点的吃食？如意，
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饺子吗？你小时候经常跟我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这次回来不是吃饭的，把我户口本给我。户口本？你要户口本干啥呀？老东西让你拿你就拿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要去领证是吧？你看我这脑子把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。等着啊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拿。老婆，要不要趁这个时候跟这个老东西把关系断了？不急，3天之后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到时候黑金财团董事长会把黑金财团的股份用贺礼的形式转让给我。现在跟他断绝关系，万一传到董事长耳朵里，让他觉得我薄情寡义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等3日之后，我成了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到时候再做点总不迟。来了。哎，如意，爸都4年没见你了，你看你这刚回来就要走，你能不能留下来，陪爸吃顿饺子？别碰我！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如意，这个是爸提前煮好的饺子，爸知道你现在管着大公司，忙的有时候连口饭都吃不上，这个你拿着。我说你烦不烦呐？我都说了不吃不吃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老东西，如意现在是什么身份啊？黑金财团的钦定继承人，你就给他吃这泡呀？走，如意。不行，在我还没继承黑金财团之前，现在还不能翻脸，不然传到董事长耳朵里，肯定会影响他对我的好感。啊，对不起啊，爸，最近我事情太多，压力太大，刚才语气冲了点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爸没事儿，爸知道你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您之前不是说等我大学回来有惊喜要给我吗？既然是惊喜，那就3天之后我和萧晨的婚礼上再给我吧。正好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个大惊喜要给您呢。好。老爸，他一个底层的农村人，穷得叮当响的，就靠那1亩3分地，能给你什么惊喜啊？我倒是也很好奇，他能给我什么惊喜？女儿就是最近压力有些大，心里还是有我的，还说要给我惊喜。女士，您的户口迁移手续已经办好，这是新的户口登记页，麻烦您核对一下信息，没有问题的话在左下角签字。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早就坐上今天这个位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什么叶如意，我叫王晴一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二位啊！一点心意，祝二位百年好合。谢谢。叶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，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！是啊，我还听闻说隐退20几年的黑金财团董事长今日也会前来祝贺，还有那些平日难得一见的大人物也都会赶来捧场，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里面坐。好，恭喜恭喜！这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啊？他呀，应该就是叶小姐的养父吧？
听说当年为了供叶小姐读书，自己省吃俭用的，真是把叶小姐当成自己亲生女儿对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也没算白疼嘛。你看人叶小姐多争气啊，年纪轻轻就要接手这黑金财团了，这以后啊就是大夏最年轻的商业女王啊！如意和小陈都上台了，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两个丫头怎么还没来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来见证我跟萧晨的婚礼。在婚礼正式开始以前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宣布。想必大家也知道，我能走到今天，并非一路坦途。从我最开始白手起家，到后来被黑金财团录取，再到如今被黑金财团董事长认可，这背后一直有人默默托举着我，为我付出。是他给了我新生，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我。他不断的给我鼓励和打气，他就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信念。这叶小姐说的就是这个养她的农村父亲吧？真是父女情深啊！你养他小，他敬你老。关键是叶小姐不嫌弃他这个养父是个乡下人，能当着这么多人的场合把这话讲给所有人听，真是没白当一场啊！不愧是我叶洪涛养出来的女儿，女儿你放心，你心里有爸，爸也不会辜负你。过了今天，黑金财团就是你的了。各位，下面请允许我隆重的邀请，给我新生，给我信念，我这辈子最敬重的父亲王初生上台致辞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鼓掌吧，鼓掌啊！好。爸妈，哎，真耶！哇，陆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才是爸爸呀！我没搞错，他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给了我生命的人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邀请他们上台致辞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陆爷，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爸爸吗？你还说过，等你学成归来以后，会好好的孝敬我。你如今怎么能……行了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叶如意，我叫王琴依。哎，我说你个老东西，我女儿跟着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你竟然还有脸上来致辞？就是大学4年一直是我们照顾的琴姨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看你现在是看我女儿有本事了，想过来讨好处是吧？你还真当我是眼瞎戏呢？看不出来你那龌龊的心思吗？你，陆爷，难道你忘了他们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他们把你赶出家门，然后……够了，叶洪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污蔑我的亲生父母吗？这怎么还打人呢？就是，好歹养了他那么多年，再怎么说也不能动手吧？老东西，你少在这挑拨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。试问，这天底下有哪个父亲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呢？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刚我去接董事长，发现董事长不在家，应该是已经去如意小姐的婚礼上了。爸也真是的，去之前也不告诉咱们一声。既然这样呢，那咱们也别耽搁了。爸平时最溺爱三妹了，今天又是她婚礼，咱们这做大姐二姐的也不能丢了爸的面子。走，祝贺三妹去。大小姐都准备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出发。叶洪涛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今天能站在这个位置，以及得到黑金财团的认可，
全凭了我的亲生父母以及萧家对我的栽培和扶持。你休想挑拨我跟我爸的父女情分。老爸，快12点了，黑金财团董事长快过来了。主席，我养了你25年，别人不了解爸的心情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你摸着良心说，这25年里，我哪一天亏待过你啊？够了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吃那么多年的苦？说那么多，你不就是看我即将继承黑金财团，想找我要钱吗？行，我给你。这里是100万，你养我这么大，没花这么多钱吧？今天我就把欠你全都还给你，多的就当赏给你。现在拿着钱，立马给我滚蛋！女儿，爸不要你的钱，爸就是想知道，那天你还回来拿户口本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变了？你不是还说要给爸一个惊喜吗？够了，杨涛，还真是恬不知耻啊！到现在了还想着惊喜？我告诉你。那天回去拿户口本，只不过是晴姨想要把户口过户到王家。书记，这说的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个老不死的，除了会吸我女儿的血，你还能给她带来什么？就是啊，晴姨，现在你看清他真实面目了吧？他今天来就是来要钱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叶洪涛，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。这个玉佩，你当初说是什么来着？祖传的。乡巴佬就是乡巴，一个破玉佩也能是祖传的。你想想，我带了这垃圾玩意儿带了4年，我就觉得晦气。爸，这可是祖传的玉佩，我不能要。爸，我不要什么大惊喜，我就想让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不要再干重活了。等我大学回来以后，一定好好孝顺你。女儿，你都看明白了吗？即便是个一文不值的玉佩，对他这个穷人来说，失去了也会觉得惋惜。股权转让协议。股权转让协议，你大姐二姐说的没错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拿时间赌人心。如意啊，爸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跟爸认错，今天的事儿我就当是你冲动犯错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黑金财团我依旧可以转让给你啊！你说什么？他说他要把黑金财团转让给你。女儿，撕得好啊！还黑金财团，我呸！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？就是啊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黑金财团隐藏多年的董事长了，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。就你这老东西，你也配？多看一看吧。一个垃圾有什么好看的？我，王琴一，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。黑金财团遍布全球，富可敌国。就算你真的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我也不稀罕。老婆，他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连字都不认识，你跟他说这些，他听得懂吗？你这样的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，如果黑金财团的董事长知道了，你就不害怕他取消你的继承权吗？取消我的继承权？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还真把自己当成董事长了！我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！还敢胡说！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女儿！完了，保安，保安的！青衣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巴掌，我打你无情无义、狼心狗肺！我养了你25年
25年了！你们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然后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们耳聋了吗？他都敢冒充黑金财团的董事长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给我打！出了事情我担着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们找死！这是收购华尔街的首富叶总，五星上将叶晚清，我去，平日里连见一面都难如登天的2个大人物，竟然都来了。不愧是黑金财团，面子真大，这种大人物都能请来。滚开！爸，你没事吧？这是谁干的？女儿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他们2个，一个是华尔街首富，另一个是部队5星上将，能来今天的宴会，那都是看在黑金财团的面子上，你可要好好判断。华尔街首富和5星上将，感觉好关心叶红涛的样子。2位一定是黑金财团请来为我女儿祝贺的吧？谁是你女儿？首富，这个就是我女儿，非常优秀，年纪轻轻啊，就是黑金财团的钦定继承人了。是啊，我女儿不仅优秀，而且还特别的孝顺。她经常跟我和她妈妈说，等继承了黑金财团，让我们2老天天在家享福。优秀、孝顺，怎么我看到是一个忘恩负义、不知廉耻的畜生？为了区一点钱权，竟然抛弃养育他20几年的父亲。不是，这都是误会，是他，都是因为这个乡巴佬，他见不得我好，所以编一些谣言来诋毁我的。乡巴佬？是啊，首富，就是这个乡巴佬，是他见不得我好。首富、领导，你们为什么会为了一个低贱的下人打我女儿啊？你们口中的下等人，是我。我跟他们没关系。王青衣，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忘恩负义，眼里只有金钱和权势吗？他们2个只不过是为我打抱不平，看不惯你们欺负我一个老头子。2位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解决。好，既然你想自己解决，那我们就在一旁看着。若有人敢仗着人多欺负你，那我们定严惩不贷。大姐，你刚刚为什么拦住我？我恨不得把他们全撕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刚才咱爸说了，他是不想暴露咱们之间的关系，就让他自己了结这段恩怨吧。他心里的坎，总要自己迈过去。王青衣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要如此？不认我这个养了你25年的父亲吗？老东西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没错，叶洪涛，就算你养了我25年又怎么样？你当真以为我会心存感激？你个老东西还不配！就让他自己解决吧。我倒想看看这个养女的嘴脸到底有多恶毒。好一个不配！我叶洪涛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，我本以为我养了一个好女儿，我没想到却养了一个你这样喂过书的白眼狼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进入集团，更不配掌管黑金财团。老东西，我看你得了失心疯了吧你？还真把自己当成黑金财团的董事长了？是你当初养的我又如何？我告诉你，咱们2个现在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你不过就是个底层的乡巴佬，而我是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。现在的你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从今以后，我们父女恩断义绝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这做人怎么能这样呢？真是个白眼狼。就是，好歹养了他20几年，一日养不白人啊，真没良心。等一下，这是断绝关系协议书，签了他再滚，省得以后你这老东西再来碍我的眼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我王琴一跟他叶洪涛再无瓜葛，还请各位做个见证。大姐，我必须给他的颜色看看。好，我签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
悔。老东西，别在这装的可怜兮兮的啊！谁不知道啊？你想用那点养育之恩赖着青衣啊？叶洪涛，人贵有自知之明。青衣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又是什么身份？我看呐，你是知道自己没几年活头，想让我女儿给你端屎端尿。就是啊，就算你养了25年，又能怎么样？知不知道血浓于水？我们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现在知道我们青衣出息了，想反过来吸血，你做梦吧你！妈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赶紧签了字，拿上钱滚蛋！大姐，你就忍心看他这么欺负咱爸吗？爸虽然不愿意让我们常和进去，但我也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被欺负。你们都进来吧。好。王青衣，你一定会为你今天的丑恶嘴脸买单的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我叶洪涛的女儿，更不再是黑金财团的继承人。放肆！放肆的是你！这一巴掌，我打你狼心狗肺，忘恩忘本，不分是非。你个老东西，居然敢打！老东西，你怎么？这一巴掌打断了我们的父女情分。王青衣，我原本想着，等到你站稳了脚跟，我就把我攒的那些东西都给你。可是你呢？你把我踩在脚下，对我恶语相加，我念在我们的父女情分，我置之度外，全当是你心知不全，受恶人蛊惑。可你一再的逼我，这条绝地之路，你不配走，你也走不稳。保安呢？保安！我可是黑金财团钦定的继承人，你给我等着，待会儿保安来了，我让他们把你双腿打断，给我丢出去问岗！我看谁敢！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你要知道，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黑金财团的继承人。拜见董事长。拜见董事长。太好了，爸的帮手终于来了。董事长，这等忘恩负义之辈，还请交给属下解决。董事长？难道他真是黑金财团隐退的那个董事长？女儿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个女人什么来头？还有这个姓叶的，难道真什么大人物？从今日起，我叶洪涛只有2个女儿，没有第3个。你不用顾忌，看着办吧。是董事长。你们2个还真是演入戏啊！叶洪涛，你养了我20几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2个女儿？怎么，那2个女儿呢？该不会是你和这个女人生的吧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是这个老东西的老相好啊！美女，我说你长得也不差，干嘛非得跟这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家伙混？图他什么？图他老，图他有低保。你看看他这搔首弄姿的样子，一看啊，也就是个狐狸精。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！王青衣接黑金财团董事长令，你辱没尊长，背信弃义。从此刻起，取消你在黑金财团的继承权和一切权限，职位尽数收回，你被开除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们都不认识你。你说开除我就开除我？我可是黑金财团董事长钦定的继承人。老婆，你看，妈，你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的秘书赵慧敏，还真的是董事长秘书。不错。完了，得罪这样的大人物。董事长，我们走吧。赵总，刚才您不在现场，这是有误会的。是啊，赵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呢？家我们还去过呢。对，他要是什么集团董事长，那么有钱的话，怎么可能去住乡下那种地方呀？我看你们一个个不仅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，你们连脑子都被驴给踢了吧？我干了这么多年董事长，我会认错。我告诉你们，叶先生不仅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他还有2个非常爱他的女儿。王青衣，今日董事长本想亲手送你登绝顶，让你攀至无人能及的巅峰，没想到你爬到高处后露出的却是这副寡廉鲜耻。你枉为人子，不配接管集团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不是的，
不是这样的，王晴一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不仅黑金财团会彻底封杀你，我会让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。从今往后，京都再无你立足之地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那我们岂不是全完了？这下啊，可有好戏看了。我看这个叶如意啊，是真的找死。赵总，我是京都4大家族萧家的继承人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？你有面子吗？就算你爹萧天龙今日亲自站在这儿见了我们董事长，也得规规矩矩喊一声叶董。小郑，董事长，我之前就教过你，跟这种心盲的人论是非，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。跟这种不懂敬畏的人讲道理，无异于对牛弹琴，多说无益。我们走吧。是。哎，女儿，快救救你爸呀！爸，都是女儿的错啊！您刚刚怎么不解释清楚呢？你要是说您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那样对您啊！我说了，你信吗？哎呀，叶董，这都是误会呀！对，要是解释清楚的话，就没这些事儿了。咱们还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谁跟你们这群畜生是一家人？解释清楚。我刚才跟你们解释的时候，你们有人信了吗？王景宇，我养了你25年，25年呢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砸我的玉佩，不该伤我的心。爸，您再原谅我最后一次，我也是受人蛊惑的呀！啊，我真不知道您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王青叶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叶先生不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那你就可以肆意欺辱他，不认这个养了你25年的父亲吗？不是的，爸，我求求您，您千万不要取消我的继承权，我求您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想你的继承权？董事长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软就原谅这个畜生啊！哎，叔叔，您大人有大量啊，您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取消如意的继承权啊！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爸可千万不能原谅这个白眼狼啊！我看呐，他们这哪是认错呀，这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对呀，现在知道认错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哟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你们现在跪的、求的，从来都不是我叶洪涛，而是我手里的权，公司的利。这样的错，我原谅不起，也不想原谅。我们走吧。是。爸，您看在我叫了您20多年爸的份上，您再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我求求您了。爸跟他的事是解决了，但是他刚才那么欺辱咱爸，现在也该我跟你算账。领导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干什么？我叶婉清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上一巴掌是打你目无尊长，连养育你25年的父亲都敢背弃。这一巴掌是教你认识什么叫良心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？怎么要替他出头啊？好啊，正好我前线演习缺几个练手用的炮灰，你们呀，第2天日子过得太安稳，我现在就送你们过去。领导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您了？您放过我好不好？放过你？你养父心善，念着25年前的养育之情，不跟你计较。但我叶婉清心可不软，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今天不巧，偏偏你让我遇上，所以这事儿我管定了。
王青一，你现在跪下，对着镜头说：“我不该忘恩负义，不该算计养父，我就是个畜生。”清清楚楚的把这些话给我说3遍。手机我开着录像，你要是敢敷衍半句，后果自负。怎么？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吗？他那股狠劲儿啊，全用他养父身上。是啊，他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就认个错吧，总比拿去当炮灰强啊！是啊，女儿，10点就过去了啊。快呀，快！我不该背信弃义，不该算计养父。啊？接着说。我不该背信弃义，不该算计养父。我就是个畜生。我不该背信弃义，不该算计养父。我就是个畜生。这还差不多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白眼狼给我拖出去！是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老婆，走！你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这样。喂，臭小子，你快回家里来，爸有个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。回家？爸，你从国外回来了？女儿，女儿，别碰我！如果不是你们两个蛊惑我，今天我怎么会那么丢人？老婆，你消消气儿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伯父伯母。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我们回家就知道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没去忙自己的事儿啊？爸，你还是跟我去国外吧，我给你买一座海岛。你呢，想象一下，晚上呀搂着洋妞，早上一开门就是大海，多幸福啊！哎，爸，大姐说道，这可不行，太伤身体了。你呀，还是跟我去部队吧，天天都能看到部队演练，跟大片儿一样。爸，不行，太累了，跟我去国外，我给你每天找不同的洋妞。爸，跟我去部队，每天咱们都能强身健体。去国外，去部队，去国外，去部队，去国外，去部队。好。爸，你去哪？我说你们两个啊，这都是掌管着国际局势的大人物，怎么一天老围着我这个老头转啊？哎呀，爸，这不是看你养了个白眼狼，怕你伤心吗？好了啊，爸知道了，你们心疼我，这辈子啊，爸能有你们两个在身边，就什么都不缺了。你们两个也别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打算重回黑金财团。什么？爸，你刚跟白眼狼断绝关系，就要重新接管财团？爸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好了，爸昨天晚上已经想通了。自从我隐退之后啊，这集团的实力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本来我打算等他毕业以后就把集团交给他管理，可是他变心了，那这集团只能由我回归来管理了。爸，可是……好了啊，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赶紧去忙自己的事儿，爸心里有数啊！哎，爸，过2天就是父亲节了，你等我们给你过完父亲节再去接管集团呗。就是啊，爸，你都要陪那死白眼狼20几年了，你就让我和大姐陪你过完这个父亲节嘛，好吗？好，爸听你们的。爸，臭小子，回来了。青衣也来了，来，那么多年都没见了，你看看还认识你大舅不？这位啊，就是我总在你面前提起来的你大舅，黑金财团的10大元老之一，掌管江南分部20年。大舅好。大舅好。什么10大元老啊，不过是守着江南一块小地方。当年要不是姐夫你帮忙，我怎么可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嘛？和萧家比起来，我还是差得太远了。哎，大和，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！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一家人，当年那点小事啊，不值一提。往后啊，
咱们互相帮衬才是正经事儿。姐夫啊，你就是太客气。就说今天这个请帖，我来送是尽一份咱们亲戚之间的情分。就算我不来，以萧家的势力，叶首富也得派人给姐夫送过来。爸，你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会就跟我说这些吧？你不提我都忘了。爸这次特意从国外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咱们萧家。华尔街的女首富叶雪原，你应该知道。华尔街首富？对，晴依应该认识呀，就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的亲生女儿。她这次啊，特意发了邀请函，邀请各界的商业大佬去参加给他父亲举办的父亲节宴会。这不，你大舅第一时间就把请帖给我送了。我想着让你小子去长长见识，认认人脉，看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抱上董事长的大腿，以后也好站稳脚跟呢。叶雪原的父亲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的女儿，那叶恒涛又是谁？不对，如果叶恒涛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的话，叶雪原当时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你小子又在那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爸，大舅，那个你们见过董事长长什么样子吗？你大舅在黑金财团做了那么久，一路从基层一直做到了江南负责人的位置，你说他怎么可能没见过董事长啊？当年我在总部任职，也曾有幸见过董事长几面。虽说董事长隐退20多年了，不再过问集团之事，但他的面貌、气度，我是记得一清二楚啊。哎，你小子问这个干什么？你今天给我发了一张赵慧敏的照片，不会给我惹什么麻烦了吧？赵慧敏，她20多年前不是被集团开除了吗？你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到她？什么？被开除了？他还在我们的婚礼上大言不惭的要取消我的继承权呢！是啊，大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原本今天是晴依继承黑金财团的日子，这董事长怎么没来啊？婚礼上要取消董事长定的继承权，赵慧敏胆子也太大了。当年他就是因为董事长隐退，趁机和集团元老内斗，还趁机想转移江南分部的资源，才被集团下的开除令。至于董事长迟迟没有出现，按理说继承仪式定好的日子，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缺席。哎，你们现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让董事长不方便出现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叶洪涛那个老东西，是他在现场闹事，惹怒了董事长。这就对了吗？像董事长那种大人物，最忌惮的就是吵闹。果然是那个晦气的东西啊！青叶，我建议你去集团总部一趟，跟董事长好好解释一下。我明天就亲自去总部。董事长那么器重我，一定不会因为这件小事就为难我了。等我坐上黑金财团董事长的位置，叶洪涛，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等一下，大河，你帮我琢磨琢磨，晴依现在去总部解释，是不是有点不太稳妥呀？毕竟刚出了闹事儿的茬子，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够诚意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想着，叶总不是要给他父亲举办宴会吗？到那天让晴依备上一份拿得出手的重礼，一边给董事长贺节，一边再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是不是比他这个时候匆匆过去解释要稳妥一些啊？你在集团工作的时间久，懂董事长的脾气，你觉得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姐夫，你这个主意靠谱。父亲节是表孝心的日子，让晴依带重礼过去，先贺节再提解释的事，比现在过去创运气要强多了。就按你说的来，错不了。董事长，今日父亲节，小姐去准备些礼物，托我先接您去宴会现场，他们稍后就到。这俩丫头，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吃个饭就好了，非要搞这么大阵仗。董事长，这也是小姐们的心意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到宴会等他们。董事长，您一向不让高调，所以属下随意找了辆普通家用车来接您。有心了。
这首富就是首富，举办个宴会都这么大气。你看这停车场，这有多大呀？我们光是找了10几分钟的车位都没找到，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气派呢。排名越大呀，越说明首富对这位父亲越重视。青叶，你这次可得好好表现啊！只要讨好了那位首富，在董事长面前给你美言几句，你这继承人的位置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？放心吧，老公。哎，爸，咱们的礼物准备好了吧？都带着呢，都带着。这车位我先看到的。就是你们眼瞎呀，看不见我们车子已经拐进来了。开个破车也敢跟我们抢车位，那穷酸东西也配？他妈说你眼瞎吗？叶红汤，怎么是你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在哪儿都能遇到你。该说这话的是我们吧？又是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上次骗我们的事儿还没找你们算账呢，没想到今天倒自己送上门来。爸，你别冲动，咱们今天是来赴首富宴会，别跟这种人废话，等以后再好好收拾他。叶红涛、赵慧敏，我懒得跟你们废话，这个车位是我们先看到的，识相的赶紧开着你们的破车滚蛋。我们刚才都要拐进来了，你说是你们先看到的？黄群一，上次叶先生已经放了你一马，你还不知悔改？赵慧敏，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那天的实情啊？你早就在20年前被集团开除了，早就不是黑金财团的人了。我本想放你一马，你居然还敢提上次的事！别冲动啊！我们今天来是来给董事长贺节的。如果现在跟他们闹起来，让那位首富知道了，我们肯定会受到影响的。叶洪涛、赵慧敏，我们今天来是给叶首富父亲贺节，不是来跟你们废话。1分钟之内，赶紧把你们这破车给我挪走，给老子腾出个车位，要不把你这破车给砸了！就是，就你们这破车也配跟我们抢车位？叶洪涛，我们还是给彼此留点体面好，免得到时候闹得不可收拾，你再跪下来求我们。王群一，上一次我念在你喊了我20几年的父亲的份上，我少了你一次。本想着你可以洗心革面，改邪归正，但是我没想到你不仅没有痛改前非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好得很呐！小赵，立刻通知集团的安保人员，取消京都萧家的邀请函权限，他们不配踏入我叶洪涛举办的任何一场宴会。是，董事长。取消萧家在集团所有宴会的参与资格，现有邀请函权限全部撤回。装逼装上瘾是吧？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老子等着！好东西，我问你，滚还是不滚？你去，砸得好，砸得好！哼，你们，小赵，让他们砸，砸完了记得让萧家把赔偿款给我送来。砸，给我狠里砸，让他们知道跟我们作对的下场。赔偿是吧？我给你。你们这群畜生！红妈，不够，现在够了吧？干得好，女士，你给他的这些钱都够买他的命了。对待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就应该这样。很好，今天这笔账我一定会让你们萧家给我还回来。恭喜你！哎，老公，我们今天是来给首富父亲贺节的，没必要跟这老东西生气。要是跟他们闹起来，被首富知道了，到时候别说继承权了，可能连宴会都进不去了。这老东西就是故意激你的，再忍忍，等我继承了黑金财团，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车挪还是不挪？你真的以为你们萧家可以只手遮天啊？殊不知，这个世界很大，能把你们萧家捏死的人非常多。今天这个车，我不可能挪。好，好得很。来，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人越多越好。你不挪，我叫人来。小赵，去，把那辆车给我掀了。是。让你掀就掀，愣着做什么？出了事情我担着。董事长，
让他们先。1、2、3，起！女婿干得好！先生，呸！什么档次，也敢跟老子抢车位？我们走。董事长就这样任由他们走掉了？他走不了，先进去吧。正事要紧，我不想辜负我2个女儿的心意。都说这玫瑰酒店是京都最豪华的酒店，这果然气派。老公，你看那安保的规格，一看就是大人物的待遇了。那是，你不看看是谁举办的？哎，你看那地毯啊，我听说那是意大利进口的羊毛绒，这1平方就要8000万呢。哎，爸妈，咱们快进去吧，我们可是受邀的贵客，进去有的是时间看。啊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抱歉，根据宴会部安保部最新指示，你们肖家的邀请函权限已作废，禁止进入宴会场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叶首富亲自发的，怎么可能会作废？你看错了吧？没有看错，这是董事长亲自下的指令，凡肖家相关人员，无论持有任何凭证，一律不准入内。什么？董事长亲自下令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可是黑金财团董事长钦定的继承人，怎么可能不让我们进去？就是，我们可是来给董事长贺节的，凭什么不让进？贺节？你们都把董事长的车给砸了，还敢来贺节？赶紧滚，否则我们可喊人了！砸车？滚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跟赵慧敏串通好的是吧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可是叶雪妍叶首富亲自发函邀请的贵客。老公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赶紧给大舅打电话。他可是黑金财团的江南负责人，待会儿他来了，我要让这几个看门狗恭恭敬敬的把咱们给请进去。小心着点啊，这可是董事长最喜欢的字画了。喂，大舅，我们在酒店门口被拦住了，不仅说我们邀请函作废，还要动手打我们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大舅是黑金财团江南负责人，等他来，我看你们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嚣张。江南负责人，就算是总负责人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我的客人也敢拦，不想活了吗？大舅，就是他们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进去。对啊，大舅，而且他们还和赵慧敏串通好了，拿什么作废邀请函的借口把我们拦在门外，还要动手打我们呢。刘总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砸。我的座上宾你们也敢动？你们是不想活了？走，进去。刘总，我不管这命令是赵慧敏下的，还是其他什么人下的，他们今天必须得进去。谁要是有意见，让来找我刘大河。滚！哎，怎么？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走。陈呐，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往前直走啊，就是宴会厅了。我呀，还得给董事长准备礼物呢，就失陪了啊。哎，大舅，您忙您的，有事随时打电话啊。好嘞。走。董事长，这是给您准备的房间，给您准备了一会儿去宴会现场需要穿的西装和衬衫，还有2位小姐给您在苏富比上拍卖的劳力士限量款，等您收拾好再去现场。好，您先去忙吧。老婆，能来这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咱们可得打好关系。知道了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宴会也太讲究了，不愧是华尔街首富。我刚才瞅了一眼红酒的标签，居然是波尔多8大名庄的年份酒，2000多元一瓶。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宴，这可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的宴，能不高档吗？
这黑金财团董事长不是已经隐退20多年了吗？怎么如今是要复出了吗？哎，女儿，看到了吧？咱们上次就是被那个老王八蛋给骗了，这才是黑金财团董事长该有的风格呀。就是啊，他就是一个乡巴佬，无论再怎么装，也洗不掉身上那股穷酸味。放心吧，爸妈，上次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怎么会在众人面前丢尽了面子？等我掌管了黑金财团，第一个就放不了他。如此雷厉风行，不愧是我老妈。这人谁呀？气场这么强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也没见过，但你看这气场，这身份肯定不简单吧？他不会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吧？哎，女儿，怎么又是这个老东西？还换了身衣服，穿的人模狗样的。今天他不会又是来捣乱的吧？叶洪涛，你个老东西，真是阴魂不散，都追到这儿来了，你非得搅和我们的好事是吧？阴魂不散，我看说这话的人应该是我吧。我早让小赵下令了，你们萧家的人不许踏入我这宴会半步。我很好奇啊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老东西，我们是叶首富亲自邀请你来的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着我自己，真他妈以为这宴会是你开的？没错，今天这个宴会就是为我举办。行了，咱们也懒得跟他废话。叶洪涛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不就是见不得我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趁叶首富没来之前，赶紧给我滚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叶如意啊，你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？我说了，今天这场宴会就是为我举办，给你办的。老东西，你装上瘾了是吧？上次让你给骗了，还当自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呢。嘿，你个老王八蛋！你以为穿一身高仿的衣服，戴着个地摊货的手表，这宴会就是给你办的？你吹牛之前过脑子，你也不看看这副糟老头的模样，你配吗？行了吧，懒得跟他废话。叶洪涛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毁掉董事长给我的继承权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哎，你个老王八蛋！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！如果今天你耽误了我女儿的继承权，我跟你没完！我看你们就是执迷不悟。你们大可以去问一下叶雪，今天这场宴会，如果我不来，他敢开始吗？你个老东西，别跟你练了！我看你今天为了混进来买的这身高仿，把房子都卖了吧？算了妈，不跟他吵。叶洪涛，今天能来参加宴会的可都是大夏权贵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想活命赶紧滚，否则到时候赵慧敏那个贱女人也救不了你。我叶洪涛在商界翻云覆雨了这么多年，想要我命的人不计其数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。不是，这人究竟是谁啊？说话这么阴险。叶洪涛，别怪我没告诉你，这可是叶首富给他父亲办的宴会，你擅闯宴会，秦姨只是让你滚，想给你留条活路。可叶首富眼中留不得沙子呀，就算是我大名鼎鼎的萧家，在他面前也不敢造次。你扰乱宴会，大放厥词，要是让叶首富知道，不说你冒充董事长一事吧，单说你擅闯宴会，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不需要他给我红，你就算是让叶首富知道，死无葬身之地的，应该是你们。你找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个老王八蛋，你放开我女儿！这人到底是谁呀？不仅冒充黑金财团董事长，不把叶首富放在眼里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等等，这表，这不是前2天苏富比刚开的劳力士星空行者限量货，当时成交价破了30亿，全球就1块。哎，好像是哎，我前几天刚刚在拍卖图册上看见过他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带得起价值30亿的劳力士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华尔街的首富叶雪妍，就是我女儿。什么？他说他是华尔街首富的爸爸，应该是真的。你看看他手上戴，还有身上穿的。大家别被他给骗了，什么华尔街首富的亲爸呀，都是他编出来谎话。想必现场有去过我婚宴上的吗？如果他真是叶雪妍首富的亲爸，首富当天
为什么不替他出头啊？就是啊，而且啊，现在的仿品不找专业的鉴定师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再说了，我跟他生活了20几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有女儿啊？我看呀，他就是存心来闹事儿的。好像是啊，当时我就在肖少和王小姐的婚礼现场，叶首富并没有出手。他手上这块表，我记得好像是被5星上将给拍走。当时新闻说，拍下后直接送给了一位长辈。哎呀，叶洪涛，你总不会要说这5星上将也是你女儿吧？正是。还敢胡说！叶洪涛，上次赵慧敏那个贱女人骗我，现在你还敢来骗我？我看你这是存心来闹事的！保安，保安呢？我是京都4大家族萧家萧晨，受首富邀请来参加他给他父亲举办的父亲节盛宴，而此人在这扰乱酒店秩序，大闹现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没错，我看这个老东西就是来捣乱的，从一进门开始就开始胡编乱造，一会儿说自己是董事长，一会儿又说首富是你的女儿。他要是敢反抗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我看把你们丢出去还差不多。这人又是谁呀？怎么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呢？这不是黑金财团董事长秘书，他来这儿做什么？难不成这人真是黑金财团董事长？董事长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是谁给他们的胆子，让他们在我的宴会上跟我动手。叶洪涛，你还真是失心疯了吧你的宴会，你们2个演戏能不能演得再真点啊？还有你赵慧敏，你一个被集团抛弃的丧家之犬，你凭什么来这儿？我看他们2个有什么不干净的关系吧？表面上叫着董事长，背地里不知道玩的有多脏啊！你这个满嘴喷粪的东西，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！叶洪涛，你居然敢打我老公！你，叶洪涛，你够了！樱桃，我念在你照顾青衣20多年的份上，没想到你命，没想到你执意找死，在宴会上闹事儿。我看闹事的是你们吧？叶先生从一进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，反倒是你们托关系混进宴会，张口闭口就是辱骂叶先生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这邀请函是叶首富亲自给我们的，倒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啊，在这里捣乱，坏我们的好事儿。就是，分明是你们来捣乱的。老公，别跟他们废话。大舅不是认识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就让大舅亲自过来，当场戳穿他的假身份，看他们还怎么在这装腔造势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敢在董事长的宴会上闹事儿啊！等我大舅来了，让你们跪地上认错。喂，大舅，有人冒充董事长。好，我说你们怎么能进到宴会里？原来是背后有人帮衬。是又怎么样？老东西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啊，晚了。他，王晴叶，你也太抬举你背后那点靠山了吧？就算他顶着江南负责人的头衔，见了董事长也得规规矩矩跪下赔罪行礼。好大的口气！大舅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他们2个在这扰乱酒店秩序。是啊，大舅，就是他，仗着赵慧敏那个贱人在这里装腔作势，冒充黑金财团董事长，刚才还动手打我们呢。啊，又是赵慧敏，上次也就算了，这次还敢在叶首富为他父亲办的宴会上闹事，真是找死！刘大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董事长下的命令你都敢违抗。大舅，就是他们冒充黑金财团的董事长，借董事长威名耀武扬威。是啊，大舅，像他们这种人就应该让保安把他们双腿打断，然后丢出去。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你就是刘大河？嘿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刘总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好一个刘总！刘大河，他们是你带进来的吗？刘总，不用给这老东西面子。老东西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强装镇定。刘总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闭嘴！你敢对董事长不敬礼，他们得打死你！我刘总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是黑金财团董事长？怎么，我的话你也敢质疑吗？
完了，完了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的继承权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没了。还算你有点眼力劲。你们不会真的相信了吧？大舅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呀，就是跟你们开个小小的玩笑。开玩笑，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刚才还以为他真的是董事长，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你们好啊，你们两个啊，之前骗过我一次，今天还想骗第二次。刚才罗总扇我那巴掌，我还真以为自己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，差点就给你们跪了。那个，大舅，你这玩笑开的一点也不好笑。刘大河，你狗叫什么？跟你开个玩笑，还真拿自己当董事长了。我说老东西，你说你是董事长，这里那么多顶级权贵，怎么没有人认识你呢？他说他是我们董事长，你们认识他吗？不认识啊，没见过。他要真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啊，相信叶首富早就出来迎接了。就是，哎，没错，我之前可是亲自拜访过叶董事长的，根本就不是他。董事长，您当年隐退改了姓名，这25年来您变化实在太大，他们不认识您也正常。听到了，这里没有人认识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乡巴佬，穿再贵的衣服也盖不住你身上那股穷酸风。就你还想当董事长？上次骗了我们，这次又想骗我们。还好啊，我们大舅在。行了，自己滚吧。今天是叶首富为他父亲办的父亲宴，我不想闹太大动静。刘大河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董事长，人带来了。董事长，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？刘经理是吧？昨天董事会通过决议，从今天起晋升你为黑金财团江南总负责人。谢谢。先不着急谢，晋升你不是因为你的业绩，而是因为你要帮我办一件事儿。董事长，您请说。你在江南江北来回20年，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。清北大学有一个叫叶如意的人，你想办法让他进入黑金财团，找到江南那几个老顾问，一步步的好好的带他。放心，董事长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去吧。这人看起来这么眼熟啊！哎呀，大舅，你可是黑金财团江南的负责人，这平时巴结你的人多了去了，这熟悉这不很正常吗？是啊，大舅，一定是你平时见的人太多了，看走眼了。我相信你了。前些日子集团要开发叶家村，我亲自到现场考察，你就是当时在地里撒肥料那个人。什么撒肥料的老农？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呢。叶洪涛，你为了你那点虚荣的面子，值得吗？假冒黑金财团董事长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心转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们，赶紧滚呐！你真当老子眼瞎呀？我连我们董事长都不认识。虽说我们董事长隐居世外，不认世事多年，但也不是你一个农民可以冒充的呀。你以为你穿了一身地摊货，带着破表就是董事长啊？刘大河，你竟敢打董事长，你违逆犯上，罪该万死！我罪该万死？你短剧看多了吧？赵慧敏，你纵容这个老东西冒充董事长，才是罪该万死。我记得上次冒充董事长的人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吧？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这2个人都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哎，你个老东西，我是给你脸了吧我！哎呀，你个臭农民，你敢打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敢私自带人闯入宴会，扰乱秩序，还敢打我？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！这句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老东西，你还在这装？在停车场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要让我们萧家付出代价吗？我们现在萧家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在停车场的时候放屁放得那么响，还真以为你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，能让萧家栽个跟头呢？
原来是装逼呢。你们两个真是罪该万死！叶先生心生怜悯，念在你们20多年的情分上，放萧家一马。没想到你还不知悔改，还在这装腔作势耍威风。樱桃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们萧家付出代价的。算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叶红涛，你现在这样子，跟跳梁小丑有什么区别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小赵，是。既然他京都萧家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满足他。1分钟以内，我要看到他京都萧家破产。是。我要看到他京都萧家破产。是。让萧家破产？我说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萧家什么势力呀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哦，他京都萧家的势力很大吗？京都萧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首，权势滔天。除了黑金财团董事长，没人说敢让萧家破产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我爸和其他3大家族的叔伯正在来宴会的路上。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的话，我兴许还能饶你命。等他们来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4大家族在我身边连做条狗的资格都没有，你们居然还想用这种撑不起场面的权势来压我，还真是可笑至极啊！敢不把我们4大家族放在眼里？你好狂啊！姐夫，您来了。是谁那么大胆，敢辱我京都4大家族？爸，就是他。我和青衣来给叶首富的父亲祝贺，没成想这个老东西竟然过来捣乱。我们好心好意的劝他离开，这老东西不知好歹，还要打我。什么？上次我和青衣的婚礼根本就不是董事长取消的，是这个赵惠美冒用董事长的名义给青衣的继承权给取消了。没错，各位叔伯，不光如此，这个老东西还侮辱京都4大家族，说是你们给他当狗都不配。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我们京都4大家族在这地界立足几10年，还没有人敢羞辱我们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不仅欺负我萧晨侄子，现在居然欺负到我4大家族头上了。看来我们仁慈的太久了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你都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今天我们就要杀鸡儆猴，拿这个人立一立我们4大家族的威风。你要拿我立的呀？老家伙，我他妈忍你很久了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只会耍嘴皮子的老废物，敢得罪京都4大家族，我看今天谁敢保你！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4大家族不过是靠着祖荫啃老的废物罢了。你，哎，爸，各位叔伯，你们看看他有多嚣张！你们没来的时候，他还口出狂言说要灭了我们4大家族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说要灭了我们4大家族的。老东西，你说吧，是自行了断，还是要我们4大家族送你一趟啊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这样跟叶先生说话！赵慧敏，之前你在黑金财团董事长身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萧家还可以礼让你3分。如今没有了董事长的庇护，你在我眼里连个屁都算不上。就是赵慧敏，自打你包庇这个老东西冒充董事长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死1000次1万次。我奉劝你们2个最好是自行了断，让我们提着你们2个的狗头去向董事长表忠心，免得让我们动手，你们2个恐怕连全尸都没有。我到达高处啊，却时常觉得孤独，无人同我讲话，无人不畏惧我，所以我时常在想啊，我站在高处意欲何为？直到看见你们这群靠着家族荫蔽横行霸道，我才明白，我的存在不是为了享受敬畏，而是为了铲除你们这群主攻世道的败类。老东西，你说什么？我家先生的意思是，你们有1分钟时间跪下向我家先生认错求饶，否则从此京都再无4大家族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没听懂吗？我家先生说，1分钟之内，如果你们不向我家先生下跪道歉，
从此京都再无四大家族。现在计时开始。放肆！我们四大家族立足京都100年，从绸缎庄到如今的地产、金融，哪一块地盘没有我们四大家族的根基？我们萧家更是将产业链连到了东南亚地区。没错，我们王家的建材也是垄断半个北方，就是放眼整个京都商圈，我们说第二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。赵慧敏，他老糊涂，你也糊涂。在这世上，除了黑金财团董事长，没人敢说灭了京都四大家族。你们还有30秒。还敢动？哎，老公，让他们装，我倒要看看1分钟之后你们能拿四大家族怎么样。董事长，时间到。好，既然他们都觉得四大家族的根深蒂固、实力雄厚，不愿意珍惜这次机会，那我们就顺随了他们的愿，通知下去，从此京都再无四大家族。是，董事长。哎呦，听董事长令，1分钟内全面铲除京都四大家族，让他们全部彻底破产清算。装得真好啊！你们知道四大家族有多少资产？就在这里大放厥词啊！你，哎，老婆，你说像他这种下等人，穷极一生也不知道我们萧家在京都的随便地产项目都够他花几辈子。不是老东西啊，本来想放你的嘛，可你非要招四大家族，整个大夏敢说灭了四大家族的人，除了黑金财团董事长，没有第二人。他要是能让我们破产啊，我王大山当场给你磕10个响头！不吹牛皮，这谁不会呀？你们现在笑得有多嚣张，一会儿哭的就有多狼狈。老东西，1分钟早就过去了，我再给你半分钟的时间。若是我们四大家族还没有破产，你们两个就把命给我留下。亲家，他们2个就是骗子，敢挑战四大家族权威，待会儿可千万别放过他们。对，必须让他们把命留下，这样才能立住我们四大家族的威风。放心吧，亲家，他们2个人敢在这儿假借黑金财团董事长的身份狐假虎威，等董事长来了，我一定会亲自把他们2个人头交给董事长。还有3秒，3、2、1。什么？破产了？公司账户被划空，所有资产被抵债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他一个电话真让四大家族破产了？这世上能做到的唯有黑金财团董事长。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他真的是黑金财团董事长？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好端端的，我们怎么就被破产清算了呢？慌什么？肯定是这个赵慧敏有假借黑金财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在这块做的恶作剧罢了。喂，叶师傅。对，贵叔伯，上次赵慧敏就假借黑金财团董事长的威名，取消了秦怡的继承权。这次肯定是同样的套路。等叶师傅和真正的董事长来了之后，他一定会被拆穿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死到临头，还不知悔改。哎，大姐，你说咱买这么多礼物，咱爸会喜欢吗？你就放心吧，爸想要的是我们的心意，礼物并不重要。怎么了？什么？有人敢冒充我父亲，还敢大闹宴会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开快点，10分钟内赶到宴会。是，叶总。大姐，怎么了？有人在咱爸的宴会上闹事儿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，敢在咱爸的宴会上闹事？喂，老李，我命令你带上部队赶到我爸的宴会上，把那儿给我围起来，直到我们赶到之前，一只苍蝇也不准给我放过，否则我唯你是问。是，领导。再说了，只要我萧家不倒，扶持你们3家东山再起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大哥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只要萧家不倒，咱们怕什么？没错，只要萧家在，咱们3家东山再起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老东西，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们萧家
怎么还没破产呢？你急什么？你马上就能接到电话了。老东西，别装了啊！别跟他磨叽了，赶紧把他解决了。等会儿董事长来了就不好办了。喂，李秘书。肖总，不好了！肖氏集团所有国内合作项目全部取消，我们集团的股盘全部是亏空状态，就在2分钟前，市值瞬间下降500%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国外的产业呢？对不起，肖总，我们的资金被冻结了，而且我们公司内部网络系统全部瘫痪。董事会刚才决定，肖氏集团正式宣布破产清算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你们肖家破产了。什么？肖家破产了？那我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刚才就告诉过你们了，我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我不信。肖天龙，董事长刚才已经给过你们4大家族机会了，可是你们不懂珍惜，你肖家与你们3家都将永无翻身之日。王八蛋竟然敢咒骂我们肖家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给我上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叶首富和武琴商酿到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倒是真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黑金财团董事长。要真是的话，这肖家哟可就惨喽。叶总，领导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，就是他，冒充董事长。还有赵慧敏那个贱人，处处帮着他说话。爸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叶先生还真是叶首富他爸，肖家和王家真是找死啊！爸，叶首富，领导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有你们2个女儿啊？混账！你觉得这天底下会有人认错自己的爹吗？叶如意，你个白眼狼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来人！婉清，他已经失去了一切，再对他动手，毫无意义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王青一，你嫌弃、厌恶、抛弃的养父，就是你朝思暮想的黑金财团董事长。完了，我一直看不起的人，居然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我们肖家彻底完了。我爸向来低调，所以才会有一些不长眼的东西敢欺负他。今天趁着父亲节，我要向大家宣布，叶洪涛就是我们2个的亲生父亲，也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你们几个畜生，在今天的宴会上，竟然敢公然欺辱我叶晚清的父亲！好，今天这笔账，我会好好跟你们清算清算。叶董，我们肖家有眼无珠，没有认出你来。叶董，我活该，我该死。叶董，叶董事长，我刚才说的都是胡话啊！我给你磕个响头啊！求你放过王家吧，放过王家，求求你了！你滚呐！董事长，叶首富，这事不怪我呀，都是他们蛊惑的呀！董事长，求你给个机会呀！放过你，刘大河，我早就3令5申，肖家的人不得踏入我的宴会半步。你倒好，仗着手里有点微薄的权利，不仅把他们放进来，还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多说无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集团开除了。董事长，给次机会吧！我要是被黑金财团开除，我会被全行业封杀的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都指着我活呀！董事长，你高抬贵手啊！来人呐，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！董事长，你给个机会呀！都怪你，我今天掐死你！我青叶啊，不，如意，你快求求董事长！再怎么说，他也是照顾你20年的父亲啊！如意，算我求求你了啊！你快去求求董事长啊，饶过我们肖家，快！所以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你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。我原以为的普通生活
你说的谋生艰难是骗我吗？你明明那么有钱，还有2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为什么偏偏瞒着我？你真的有拿我当你的女儿看吗？当我遇到你的时候，便是我下定决心隐居室外。我就怕你跟你大姐、二姐一样，每天都活在争斗之中。我怕旧事重演，我怕把你也卷入其中，所以我才故意隐瞒了身份，装作普通人家，安安稳稳的把你养大。那你知不知道穷养儿子，富养女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同学穿新裙子，我只能羡慕。过年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走在路上还要被人指指点点。你知道我遭受了多少人的嘲笑和冷眼吗？杨涛，你瞒了我整整20几年，直到我遇到我的亲生父母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爱。他们在我大学4年的时候，在旁边买了房子，无论是金钱还是陪伴都留给了我。那你呢？王晴一，我看你是被金钱冲昏头脑了吧？爸为了陪伴你，甘愿放弃黑金财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屈身去乡下，这都是为了你。我跟婉清从小为了见爸一眼，都得等他应酬完。就是，我们多想让他陪我们吃次饭，逛次街，这些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而你享受了20几年安稳的陪伴，你却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，反过来欺辱吧，厌恶吧。王晴一，我真想把你的心掏出来，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。我以为在这个世上，关心和陪伴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，反而让你受了委屈，对不起。不，是我对不起你爸，是我忘了自己的初心。爸，你打我吧，骂我吧，你不要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爸，你可千万不要原谅他。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出言不逊的了吗？爸，是啊，爸，他之前对您的不满可是溢于言表，现在看您身份显赫，便立刻弃暗投明，低头认错。这般趋炎附势的心思，您不能因为这几滴眼泪就被他蒙骗了。我看他不是知道错了，他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没错，当时嫌弃自己的养父穷，现在知道富有了就想回来享福，想得美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爸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吧。如意啊，小的时候我就教过你，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接受现实。上次婚礼的时候，你亲手撕了你的前程，之前我就告诉过你我的身份，可你非但不信，你还辱我，骂我。人心呐，就像你摔碎的玉佩一样，碎了就是碎了，不管怎么拼，也拼不到一起。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把你想要的金钱、权势全都给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你也别叫我爸了。我们这20多年的缘分，到此为止，以后互不相欠。爸，女儿真的知道忏悔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女儿，小周，让他们离开吧。从此以后，我不想再见到他了。是，董事长。杨涛，你害死了所有人，就连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你也不放，我跟你拼了！不要，董事长，爸，不要！如意，你别吓我，如意！女儿啊！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看着你对我20几年的养育之恩。如意，你可别说了啊，如意！如意，如意，如意真好看。好吃吗？爸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谁养了我20年，谁心里心疼我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不管他们怎么说，你永远都是我爸。爸，我不要什么大惊喜，
我就想让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不要再干重活了。等我大学回来以后，一定好好孝顺你。快去医院！陆爷，陆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人给我抓起来！在场所有欺辱过我爸的，一律不放过！我杀了我女儿。叶守峰，这不怪我了，我也是被人给骗了。对，都是那个叶如意，就是他骗了我，饶了我们萧家了。来人呐！把他们都给我送进警局！快去医院！如意，感觉怎么样了？我还活着呢。傻孩子，当然活着了。医生说了，你福大命大。醒了就好。我这炖的小米粥，你刚醒，喝点垫垫。哎，慢点，小情伤。爸，大姐、二姐，是我错了。我以前把钱看得太重要，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钱，就可以买下世上所有的东西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钱买不了人心，也买不来陪伴。知道错就好。这次我们两个啊，看在你救了爸的份上，原谅你。要是还有下次，没有了。如意啊，如意啊，爸以前呢，总是想着伪装身份，护你安稳，从来都没有问过你想要什么，是爸不好。不，爸，是我以前不懂事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您放弃财团陪我长大，才是最好的爱。那些金钱权势，哪有您的陪伴重要？爸，我的亲生啊，你是说刘美娜和王初生吧？已经根据两人的罪责判刑了，两人在里面表现得很好。好。如意啊，这个是黑金财团的股权转让书，爸爸已经让人签好了你的名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黑金财团的董事长了。爸，大姐、二姐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想把这部分的黑金财团股权全部捐给公益基金，帮助那些没有条件上学、没有能力生活的孩子们。这是好事啊！爸，以前是我不懂，把钱、把体面看得太重要，现在我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，那就是一直陪伴着你。爸，您教我种菜吧，等以后大姐、二姐有空回家吃饭。这个办法好，这才是咱们梦寐以求的家和万事兴。